歼20隐身战斗机在中俄联合军演中是小试身手，但是大家感觉根本就看不过瘾。那么隐身战斗机在未来战斗中又该如何发挥作用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航空装备专家傅前绍傅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次中俄联合军演中歼20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过瘾的话，那么我们也今天正好请傅老师讲一讲中国、美国、俄罗斯各国在隐身飞机的设计还有装备配备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风格。好，傅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次这个歼20啊，在参加中俄联合军演的时候，报道说是跟歼轰七一起对目标进行了一个空袭。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新闻里边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一个跟歼轰七的这个配合呀，我们能看出点什么门道出来？首先呢是4架歼20，在前面开路，紧跟着呢2架歼轰七，对敌方的地面目标发动了攻击。那么从军演的视频上看不出来，歼20它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和战法，它是否对地面的目标也实施了攻击？那么从目前世界各国开发的这种隐身战机的情况来看呢，它实际上是分成2类，一类是隐身攻击机，一类是隐身的战斗机。你像美国的 F-22隐身战机它的使命任务主要是夺取制空权，是吧？美国空军曾经希望呢把 F-22变成 F-A-22，对，也是加一个 A 呢就是攻击，但是最后美国国会没有同意，就这个改造比较大了，比较大，因此美军的这个 F-22战斗机它主要的使命任务还是这个空战，夺取制空权。那不就是类似像 F-15早期的状态吗？ F-15早期的时候也讲我自己1克重量都不放在这对地攻击上吗？基本上这个思路呢跟 F-15当初研发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呢它也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它的弹舱里面呢可以挂载捷达姆这种空对地的炸弹，卫星制导的，卫星制导。但卫星制导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它只能打固定目标，把目标定位以后，你把炸弹投下去，它就能够自动的寻找目标，然后将它。因为它打的是坐标点，它不是打目标本身，它不是寻敌制导。如果这个目标离开这个坐标点了，那它就打不着了。那么这是 F-22的一个重要的弱点，但是呢，它也没办法，它目前带的弹种就是这么多，何况它的机载设备呢，也不能够支撑它打活动目标。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发射这个导弹，它本身是个红外导引头的，并且呢有数据链能够把这个导引头看到的市场传回到 F-22上，那是不是可以实现了？那可以，但是按照它现在带弹的这个情况看它现在能带的可能就是捷达姆这样的弹，就是 GPS 制导的，其他的弹呢还没给它配。其实配这个不同对地攻击的这个精确制导弹药的机型更多的是由 F-35来承担的。F-35能携带的弹种要比 F-22更多，所以它是联合打击战斗机。因为 F-35的机载设备要比 F-22先进的多，它本身在设计之初就考虑用它执行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而不是空战。因为 F-35本身的机动性比较差，它带的空导弹的数量也比较少，用它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呢，除非是这个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如果没有 F-22给它配合，那么它也只能靠自己去夺取制空权了。但是这个能力很弱，它最强的能力应该还是对地攻击。那么它使用的弹药的种类丰富的话，就应该是包含了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雷达制导的，或者是激光制导的，电视制导的，等等一系列。那么我们国家的歼20，它带的弹种我们现在不知道，对，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它的对地攻击能力应该和 F-35差不多，但是载弹量更大，因为 F-35有的设备它都有，比如说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综合孔径系统，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要更强，包括像数据链，这都应该很都有。那数据链呢 ，F-22也有，但是它的数据链只能自己用，
就是 F-22和 F-22之间可以沟通，但是和其他战斗机之间就没法勾连了。就到了 F-35这个藩篱应该打破了，F-35应该能够实现到了战场的这种互通互联。对，2代机、3代机、4代机，它都能够互通互联。那么我们的歼20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了先进的机载电子系统，那么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啊就更强。比如说 F-22战斗机看地面目标，比较困难。对，它没有红外搜索系统。不但没有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它也没有综合孔径系统。那么有了综合孔径系统以后呢，不但是360度的周边情况能看到，甚至呢，飞行员能够看穿地板，看到地下的。那就是在头盔上加个 AR 呗。关键是有传感器啊，对能够收集这些情报信息，然后才传送到它的头盔显示器上。那么才能够这个对整个战场周边的环境给出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看到目标，这是一个方面，能不能打中？那么你的弹药、火控啊，这些都是密切制导体制啊、导引头啊，都进去了。那么一旦有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可以挂载各种各样不同的精确制导弹药了，不仅仅能打固定目标，也能打移动目标。这个呢，恐怕是对地攻击的飞机非常重要的这么一块。我看了一些国外一些资料，挺好玩的。他们在猜测这个歼20挂弹的时候，他们一般很习惯性的猜测歼20可以挂我们的雷16，因为我们雷16也展出过的嘛。所以他们可能看来我们的这个歼20对地打击弹药选择上会跟 F-22很相似。跟它相似，但是它有的我们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它没有的我们也一定会应该也会有。还有一点就是歼20跟歼07配合也好，或者和未来的别的飞机，比如歼16配合也好，在实战中如果都要参与对地打击的话，在目标选择上双方应该有什么侧重呢？你比如说歼20应该重点打击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目标应该留给后续战斗机？那么作为隐身战斗机来讲，它如果携带的是空对地打击武器，那么分配给它的任务多半是那些重点的，而且是高价值的目标。比如说对方的重点的雷达站、地空导弹阵地，或者是呢，指挥所、通讯中心。那么这些关键节点，你把它敲掉了，对整个战役的发展就会非常有利。剩下的目标以及远程的目标，可能由前轰期来负责。特别是比如说敌方的重兵集结阵地，或者是呢，距离比较远的目标，因为像隐身战机啊，它所携带弹药个头都比较小，你哪怕是导弹，个头也不大，受弹仓体积限制很大。那么它的射程相对的就要近一点。那么歼轰机呢，它不是隐身战机，那么它在翼下、机腹下面都可以挂载大型的空对地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射程、威力都要大幅度提升。等歼16挂弹更不用说了。因此在未来战场上很可能就是隐身战机和一些非隐身的，但是载重能力比较强、航程比较远的这些飞机呢，负责打击远程大型目标。那么我们通俗说就是隐身飞机过去之后，先把对方眼睛打瞎，然后后边呢，歼轰器也好，这个歼16也好，过去一刀刀慢慢割。对你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因为一旦隐身飞机把制空权拿到手以后，那么这些非隐身的载弹量比较大、这个航程比较远这些战机呢，就可以如无人属于那种如入无人之地，是吧？对一些重点目标呢，发动后续的攻击。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隐身战斗机去打击对方重要的防空体系，跟远程的反辐射导弹，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觉得哪一个打击方式可能效率是最高的？反辐射导弹你看分什么样的？如果是机载的反辐射导弹，目前它的射程也就是110来公里。那么如果用弹道导弹来改成反辐射导弹，那射程会远一点，对，但是精度可能要差一点，受末制导影响和速度影响。对。那么在战场上使用不同类型的武器呢，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策，最终呢用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地面目标，这个恐怕在这个战前呢就要规划好。好，关于隐身战斗机在实战中到底跟别的飞机如何配合，去打什么目标最合算，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